那肯定不碰了呀。你是用网络吗？啊，对。叫什么？百家乐。碰这个东西还债肯定是还不完的，只要碰这个东西。为啥？你那个东西来钱它多快了，你说你碰那个东西的话，哪有心思工作啊？对不对？你有赚有赔啊。不可能赚的，就没有赚的。就没有，我身边碰这个东西的太多了，我没见过说谁赚过，到最后要么就是家破人亡嘛。但是不挣钱，你为什么会越套越深呢？那肯定赢过啊，肯定是赢过啊。那赢过出来呗。那不可能的。你们没碰过这个东西，你可能有这种想法，你碰过了你就扎进去了，你就知道是什么情况了。不可能说你赢了，然后就是出来了，那也是暂时性的，叫你暂时性的出来了。你总有缺钱的时候吧？还会还进去。对。你是92？92。那是什么时候玩的？开始玩？18年左右吧。那时间不长啊。是不长啊。你玩了多长时间？半年多吧。就玩了半年多。对啊。败了200个吧。200个 W。啊。半年多亏了200个 W。这个人家一天都能败掉200-300个的。我在我的圈子里面算比较少的了。我身边正常都是500-600、1000把个的都有。那你当时也有钱啊？也没什么钱，房子卖了，车子卖了嘛，当时自己开店的，收入还可以。开手机店的当时，那时候1年30-40万嘛。那因为这个东西嘛，那个店也没了，对不对？平台也没有了。你把店当了。对。我欠债，你欠人家钱，你没办法再开了。而且做生意也要本钱，你房租1年10几万你要交吧？那个一台手机拿货几千块你要拿吧？那有钱的话败掉200个就败掉200个了，就是对吧？就不碰了呀，就是没钱。全部身家。啊，全部，还负债，全部身家不够，败了之后还负债80个。还负债80个。对。你是怎么能搞到80个的呢？80个信用卡，还有亲戚朋友，当时开店嘛，都是亲戚朋友的，那个卡片加上网贷都几十个了。那种利率也高了。那也还当时碰那个东西，那个来钱多快了，那利率再高无所谓了，就不问了。你那时候一天最高的时候收多少？10几个。一天最多赢多少？20个吧。刚开始的时候还挺谨慎的，后面的话就是就比如说我输个1-2个 W 啊，我就不碰了，然后明天再碰啊或者干嘛。但是后面身边有人哦，这个记录永远是用来打破的。哎，有人一天能赢50个，哎，那我虽然我胆子比他小一点，那我也能尝试一天弄个10个试试。哎，有的时候还真能赢到，而且还有就是输了把它打回来，还倒赢了，所有的钱输了全部都打回来，还倒赢过。哦，还能就是对，一夜翻身过来。对，也有过，不没有这种经历，你说谁去干？就把输掉的钱全部打回来了，然后还倒赢了。那这样的人毕竟少。有很多，他的魔力就在这里，很多。那人家倒赢了，那就不碰了呀？那不可能的，你没有东西比这个来钱还快的。比如说你日子好了，你想你知道这个东西不好，但是你有过类似的经历，就是说你倒赢过，哎，当日子不怎么好，比如说我开店的，今天生意不如昨天，总感觉缺了点什么，哎，就上去再去碰一下。就这东西会上瘾。100%上瘾的，我没有见过一个人，就是说赢了之后然后不碰这个东西，一个都没有。你结婚了吗？离了。什么时候离的？就是债务爆发以后呗。那当时房也卖了，车也卖了嘛。婚也离了。婚也离了。有小孩吗？有，2个。等于你现在洗车都是在还债？因为之前债务刚爆发的时候，那时候在扬州嘛，做房产、做保险、也送外卖，已经差不多还了70万。但是你跑外卖啊这些的话，那你做的行业还是多的。那时候一开始出来的时候身无分文啊，欠别人债，那你没办法，
你只能找个东西先生存下去啊。那时候很落魄，非常落魄。那时候正常有的时候口袋里100块钱都没有，挣了点钱，比如说有个500、800的，就是说比如像网贷，那他电话打过来了，你要给他还进去吧，还进去你有时候就没钱了呗。你被人逼过债吗？逼过啊？怎么没逼过？逼过那就没有啊？那你怎么弄呢？不行，见面呗。那逼也没有，那真的不是被逼，但凡拿得出来的，那是还有办法。像咱们这种属于就随便你吧，你干嘛随便你，我真没有。对，你怎么弄没有，对不对？你太监他挤不出个卵子。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但是咱没说那话啊，但意思就那么个意思嘛，这没有。对。逼到份上确实拿不出来。对，你帮我想办法啊！你帮我想办法，就最后人家都安慰了，说兄弟啊，你这个一开始是他要你还不了，最后他给你方案了，你1个月还我多少？一开始也答应，后来也给不了，那1个月还多少也给不了，就等我有了再给，最后就这样了。他帮你出点的。对他一开始自己也想办法，想不到了，就让他来帮你想办法呗。那我现在这个情况，我1个月我能不能挣多少钱，我自己都不知道，你让我怎么还？当时虽然说起来很挺好，现实就这么个情况，你让我怎么答应你？我答应你了，你到月底再来跟我要了，我没有，那还不如不答应。那你现在状态好了之后，你老婆有没有想着跟你？没有，不谈那个事儿了。那现在有想结婚的是吧？现在咱还没好嘛，只是没那么差了，还没好嘛，就失去的东西还没有拿回来呢。啊，对，只是把别人的还了。对，跟别人还是有差距的。相比以前还是一个负数的状态。对，只是从-1到了0，基本上是这个状态了。你是怎么出来的？怎么走出来的？对呀。没有办法，那爹娘他都不管你了，对不对？老婆也离婚了，那你这东西，人一天你只要还活着，你得吃饭。那不是说自己当时就没有办法。没有钱吃饭的。对，你说要吃饭的钱嘛，如果说跟一些真的关系那种很铁的也能借到，你本身就欠人家了，那你也不好意思再开口了，你本身就欠人家，就把人家害了，说白了就这个意思，答应给人家的没给人家，然后你自己也张不开嘴再跟人家借了，就到那种状态了。然后家里人呢也不管了，觉得你好好的日子过成这个样子了，这一切你只能靠你自己了，就现在这个状态，就家里有能力也不帮你了，没有人帮你。啊，没有人帮，父母都不帮你。父母都不帮，所以那也是属于叫什么？被动戒赌，就是没有办法了，你必须戒了。那时候绝望吗？绝望过，就有对生活就没有希望嘛，想过就是说，你想过就是活不下去都想，但是就想了一下，就头脑子里面想了一下，然后就戒了呗，戒了然后就生存呗。当时也没想着还债，说白了，以当时的那种心态，但是我知道我肯定能好起来，具体是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。就像我现在虽然说跟别人还有差距，但是我相信这种差距会越来越小，因为我不碰那个东西了。碰这个东西之前啊，我以前也玩小扑克什么的，就朋友之间玩，我现在连这个都不碰了。就这段经历其实也蛮好的，就哪怕就打个50块钱，打个100块钱我也不打，不来了，没意思。第一个谈娱乐我没有资格，谈赌博的话，最终的下场就是很惨的。像以前有一些人圈子里面他还没走出来呢，还有人没那多了，那我都不劝了，我说远离，因为我经历过这个东西，我知道劝了没有用，我自己本身经历这样的事情，这个我太知道了。啊，劝了没有用，就是你眼睁睁看着他这样子一直。那我就离他远一点，嘛，对不对？本来咱们关系蛮好的，但是因为三观不一样嘛，那我离你远一点嘛。
说不堵就不堵了，没有中间没有曲折，就是有复堵。没有东西堵了，当时已经没有东西堵了。你说在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吧？那我没有，我当时就没有在当地了，就没有在这座城市了，换了一座城市，然后那个圈子里面没有这个东西，因为你这座城市你欠别人钱啊什么的，每天就扯这些东西，而且当时也没有一个什么好的事情说我去做的，我不能就每天去上班啊，一个月拿个5、6千块钱，6、7千块钱不得了了，那再也还不完。正好扬州那边还有一个朋友，他说你不如就在扬州吧，做房产，然后就在那边做房产了嘛。那我那一年卖公寓卖了好几套，一套公寓的佣金都很高的，一套公寓的话都最起码4、5万起步。卖房子呢，那佣金倒没多少，一套就1、2万。那公寓卖了的话，一套都5万起步。运气好，卖公寓卖商铺那赚的都多，有的像人家运气好的，人家有的一天挣10几20万都有。哎哥啊，他这个后岸东西比快到了呗？好冷的。他这个后岸比快到了呗？丢的地方比快到了，堵你。比你才快得了。你不客气。进来。好。啊，这是会员，在我们这边办卡的。啊，你不用给钱。不用给钱，在我们这边办卡的。像我们这边就是相对而言啊，还属于一个小会所，圈子里面的就是认识的一些过来，比如办个卡，1年3000块钱啊，多少钱？等于你这个只做洗车保养。有些在我们这边包年的，属于金卡会员，人家酒喝多了，要么去代个驾啊什么的，在4十以内都可以，只要能挣钱，对吧？只要他钱给到位了，啊，对，都可以。现在其实日子还行，就说白了，跟之前比哦，对，跟之前负债的时候比，那日子要好得多了。然后说身上100块钱拿不出来的话，那肯定要稍微。那时候那是真拿不出来，那是真拿不出来，不是说像人家网上说的段子什么，那是真拿不出来。充话费都是10块10块的充，以前好的时候充话费都是500的充，而且有的时候钱在微信里面，还得把它提现到这个卡里面。通过支付宝，因为微信它要30的充，你说充话费他都舍不得说这30块钱充，你说那日子过得难到什么程度了？就算了吧，这人间的惩罚。微信上面充话费不能充。不能充10块，对，这都是难的时候自己总对，对，就类似于像这种尴尬的时候好多。还有的，比如说你插那些卡片的钱，你提现提错了，提到他那个属的那个银行了，比如说这个月有个几千块钱到账了，你提进去，哎，被扣了，钱被扣了，那拿不出来了，那就是说很多窘境，那没办法，那能怎么弄呢？那只能感叹自己怎么把日子过成这个样子。之前有很多看到别人就以前不如我的哦，人家现在的日子都越过越好了，人家以前还挺羡慕我的。现在我都挺羡慕人家的，他们这个错路嘛，这样走一步，最起码倒退5到10年，日子倒退了5到10年。多少故事就有多少梦。